好，来看看今天我要给大伙儿带来一个《三国战记5季》系列的全人物当中倒数第二个，也就是说张辽的这个一臂啊通关。那最后一个就是马超了啊，这么一看啊，马超还是挺难的啊。这个用张辽的话呢，5进1臂，大家伙儿都众所周知，也就是目前最高难度的玩法。当然6进7进也可以，我操！通过捡东西然后来规避伤害啊，这个他自己没想到吧？操作者还是小李仔造你头啊，他目前为止只有马超没打出来了。当然呢，如果说进卡兵、进追地什么的，还可以另说。在这里呢，跟大家伙讲一下，用这个张辽一臂通关。这里面呢，张辽啊，由于他这个咱们呢有这个前手啊，对吧？有一手前手，还有呢就是传说中这个张辽可以，对吧？咱们是可以有很多技能的，比如说他是有这个后前手，还有这个前手，还有下前手的技能。就是张辽的这个技能还可以，清兵的话能力也不错啊，清兵能力也不错，但是他没有下蹲 A， 没有跳，没有那个什么无限脚，因为你看啊，咱们通俗玩法就是进跳。对吧？进 C 看宝和那个防御，进 D 就是放宝，然后呢不能练必杀，也不能，对吧？也不能练必杀，也不能这个吃这个血。很多人说他一会儿就练必杀，一会儿又吃血，这个血当分吃可以啊，血当分吃没有问题，2000分不要白不要，对吧？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辽神，正常呢，张辽这个人物啊，你像打速通其实还是差一点。打单秒呢，目前最多呢能秒10。如果说是，当然他也是为数不多能单秒曹操的人。然后再就是张辽的优势呢，可以说打这个吴国将领比较凶狠一些。这就是说，在这个游戏当中最难关卡，也就是左慈那个地方呢，对于这个陆逊可以选择跑位，然后呢跳左慈的玩法。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，对吧？你可以选择跳左慈秒陆逊，因为这个陆逊呢，你对陆逊的伤害高。因为咱们对这个张辽对吴国的将领伤害高，这是很正常的啊，所以说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哎。好，连续的 A， 嘿，1、2、3，再来。感觉这些小兵啊，都是为什么要摊一摊啊？很多人说你打气儿，气儿也进了，也不让用，那为啥呢？他妈就是有一个说法，哎，就是说多打点分，让自己的提前啊先把命加上，那有命就没有问题了。一会儿要前手啊。刚才为什么爆气？因为不想练必杀出来，因为那个一个不小心把必杀练出来。之前那个黄忠就是因为不小心练了上下手，以导致练了一个必杀。如果你在这个不小心在打 BOSS 的时候，打小兵的时候，突然练了一个下上手，这样的话你就会练出一个翻雷滚天，那岂不是有瑕疵啊？岂不是有瑕疵了，对不对？不能用余孽不好秒陆逊，我没说，哎，反正也点死人，对吧？既然对吧对吧？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不就贯彻到底了呗，对吧？跑位也能打啊。对吧？而且那样的话也不用考虑时间，你墨迹在陆逊那个地方墨迹一点无所谓，等左慈出来，左慈直接死，对吧？其实你想想，你去打那个 BOSS 加左慈，岂不是更难？对不对？就是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好，屋还是要进。你看，这里面有很多小兵，他该打还是要打。其实打这些小兵，就咱们来打来讲，肯定是不能打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咱们打的话啊，你这点分你也不够你死的。我告诉你，将2条命也不够你死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就不一样，他们打这个地方呢是很稳的，只要他们注意力非常集中啊，基本上是不会出现问题的。就是说不会喂血，能打呢就多打点分。打分呢还有一点就是提前升级。因为你提前升级了，你的等级上去了之后呢，就算你死命了，对吧？你这个，对吧？你这个血也多，而且升完级之后呢，咱们的招式啊，对吧？伤害也加了啊，所以说还好。单 A 前手，哎，这个路子挺好啊，这个路子啊。
喂，大哥，那个豹子搁那吼了半天了，那个豹子吼了900多年，然后你懂的啊。其实张辽这个人物，我觉得在你看，在这个《三国战记》里面，他挺另类的啊，对吧？你像《三国战记2》，它里面就没有张辽这个主动选的角色，甚至啊，你想选他的原军令也没有，对不对？而《三国战记1》里面就有这个张辽，因为张辽啊，他妥妥是曹魏势力的，对吧？最开始虽然说是跟吕布，但是呢，三国时期的话，咱们这个故事线啊，基本上已经到吕布已经嘎逼打的时候了，对吧？你像这个1代里面有这个张辽，他的意思是捡了免死金牌，然后呢，对吧？直接就是一手这个刀下留人，对吧？这个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然后呢，这个张辽，而且在115版本可以选双张辽啊，等等。是一个82年的这个Me Hotel 啊。魂斗罗噩梦版，那得找那个比心大神去搞了啊！好，要走上面，走上面的话呢，有这个分儿，还有很多安全兵啊。对于他来说是安全兵啊。好，现在我发现啊，很多大哥什么的啊，也都蒙圈了啊。这个《三国战记》前期，其实打武进确实啊，很多人觉得不喜欢看武进，因为武进吧，确实就是很多人就受不了什么呢？哎，你有招你不用，很多人就喜欢看秒杀，看这个速通，尤其是速通吧。但其实呢，它的技术点不一样，还有就是摊分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像昨天那个合金弹头2的那个摊分多精彩啊，对吧？打了2个小时40多分钟，都不精彩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感觉还是那个黄忠那个摊的狠啊！上一次黄忠那个如果不快进的话，那前期那得多出来40多分钟，真事儿了啊！好，是什么时长混时长啊？那你说现在我觉得玩那个什么的最狠啊？什么玩那个什么第5剧情，去那个畅玩空间玩，然后你会发现它那个剧情就是你玩的你除非是玩带速通啊，就那种玩带的速通，你要正常玩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很浪费时间的。一个节目打有可能3个小时。好，1、2、3、4不打了，这小兵太多啊。吃猕猴桃不扒皮吗？扒呀，我懒得扒皮，我就直接把猕猴桃洗干净了啊，洗完了之后，然后呢直接吃，然后把皮吐出来。天王难度啊也不一样啊。这小兵其实也跟疯子是一样的，真的，就是疯子，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找我，没完了啊！哎，这一下，第1关无伤就破了，第1关的无伤啊！其实真的难，天王难度我跟你们说啊，很多人天王难度一命都通不了关的。比如说我，就是我用诸葛亮的话，普通难度，对吧？有可能都得死1条或者2条命。但是你要玩这个天王难度啊，我基本上是有可能1币都通不了关，真的，实话实说。同时呢，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，你更别提武进，哇靠，尤其是进血啊，天王难度的进血极其难。进血再不让你放宝，必杀也不能放，何况还不让你选诸葛亮，对吧？否则你选诸葛亮，对吧？你
你最起码你说，你还能说什么是吧？这个厉害点。当然啊，我想说武进的话，诸葛亮确实是最牛逼的通关是魔张飞武进玩法，然后是诸葛亮，像灰灰都能诸葛亮通关啊，对不对啊？认不认识我了啊？认识我别动啊，动一下我打死你啊！怎么的疯子啊？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找我啊？没完了啊？看来你是真要跟我拼一下了啊？对吧？跟我狼华强拼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那破摇杆没带吧？对不对？以后啊，给我跪下，叫一声爷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啊！好，这个应该也要进洞吧？他一般的玩法都是先进洞，然后呢进洞的密室里面，然后再从洞的密室里面再往就是不往第二层进了，只进第一层。这样的话呢就没有那个火箭的那个密室。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多打点分，然后升级。进 A 咋通关？那就是纯开玩笑的啊！其实纯是开玩笑，没有那么玩的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打这个黄红的兵呢，他的玩法是一个一个打，然后就一顿撞，把撞起来比较好一点啊。好，到目前为止第一关被一个小兵给怼了一下，很难受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很多人说他为什么不1、2、3、4直接秦王，然后就给他整死好？说句实在话啊，还不如这样的稳。好，三国战记2P 有没有5进1命呢？我感觉没有吧，这是没有人玩啊。为啥玩这个三国战记119？这个版本是最经典的版本，没有之一。我告诉你，而且现在玩的人也少了，就跟拳皇97似的，大家玩的也少了啊。好，波棱盖都卡肿了，波棱盖都撞肿了，太狠了。噔噔，啊，一顿撞。现在各种变态版本，其实就算没有变态版本，现在也一样啊。很多游戏就是除了骨灰级的玩家，要不去玩，要不去看看。想想你，其实我想问一件事啊，我这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没有说那个瞧不起谁的意思啊，或者说是就是我能理解，有很多玩三国战记的高手，他们开直播，很多人看也是看他炸房的，然后也有技术，当然技术确实好。但是一个单机游戏它没有对抗啊，除了说对吧，不小心这个炸房了，对吧，就感觉就大家伙觉得哎不对吧，就感觉高手也他妈的翻车啊，翻车什么之类的。当然除了这个之外，但事实上你就想说，如果说就纯内容来讲，大家伙在对这个剧情就基本上完全了解，对吧？他又不对抗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难受的问题，就是其实看呢也就是习惯了。有的主播呢就是技术好，他也不讲故事，也不吹牛逼。对吧？尤其是高质量的打分环节，比如说老板赞助啊，就想看你，比如说就想看你被虐嘛。为什么有一些高分的这个赞助啊，知道吧？其实呢，这都是服从性测试，就跟酒桌上领导让你喝酒似的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你喝酒，为啥让你喝酒？为什么两个男，对吧？一男一女两个人处对象，平时的时候男的惯着这个女的，对吧？一会儿对吧，这个平时的时候都是老公我要吃这个，老公我要吃那个啊，对吧？老公你能不能不玩游戏陪陪我之类的？啊，这个时候感觉到这个男方就非常的难受，这个男方就感觉，哎呀，这个我地位太低了。但是，一旦两个人发生一对成年人才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直接就是一手叫爸爸啊，哎，叫爸爸，叫主人，哎，叫什么表哥啊，老师等等。为什么呢？那这就是在这一方面上，我要找一个服从性的测试嘛，对吧？你这个游戏也是，你好比好多人说，对吧？那个灰灰，你跟小狼打，敢不敢只用一个键打小狼？啊，对吧？你全程只能用一个摇杆下一个键，比如说用一个轻腿打小狼，
那你俩打抢食，你接不接？哎，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这有啥意思呀？你对吧？你无聊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屏幕上为什么有人发一堆问号呢？啊，你们要送礼物就送礼物，要不然你们就对吧？就直接就是我狼牛逼，发问号几个意思呀？对不对？你发问号整的好像我错了一样，是不是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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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还是该 AA 啊。这个地方说句实在话，你看7级这关过完10多级是肯定很正常的啊，对不对？高手翻车了，看起来就解气，赚钱嘛，对吧？对吧？有的时候，所以说我在想这个意思。你比如说，你像那个，我看那些王者荣耀的主播，他们很多名场面，5杀当然是名场面啊。那除了5杀、4杀之外，对吧？还有一波极限反杀那种做成集锦。事实上啊，最狠的还得是啥？最狠的还得是人家那个什么那个，对吧？就是翻车的时候装逼失败。现在啊，这个社会它就是这样式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很多观众他不是为了看你好来的，他是为了看你不好来的。你好了我就不看了。我不知道大伙能就是这个，你说他畸形吧，也不是，我也不是说别的意思。咱们作为观众啊，你像我狼有的时候以前自己玩，对吧？哎，玩的好的游戏，比如说你像我玩什么金乐团，那你像我玩什么那个东东不死传说，大伙儿觉得也无所谓啊，对吧？就喜欢看一些打大蛇呀什么的，尤其是被大蛇虐了。看那个三国战记，尤其是被打的气急败坏的，就可愿意看这个了。你说我又不是高手，对吧？我凭啥说是吧？所以说现在感觉做节目的太难了，那就得扮丑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有一个阴谋论啊，虽然说我知道这个阴谋论肯定是假的，但是万一是真的呢啊？比如说瓦龙就是世界第一，但是瓦龙对吧，可以单手一个键子虐小孩，但是他就是不这么干，因为他那么干赚不到钱，他必须要开会，必须要输啊。我说这个意思啊。那比如说红斌啊，红斌其实呢就是特意给自己打扮的啊，就非常的土。事实上呢，就是对吧？这个颜值500多啊，颜值500多，在上海属于那种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爆胎那种，对吧？哎，这也太赖了！哎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boss 怼死，一顿勤勤搓，把那个小兵一卡，这个彻里吉感觉没有智商啊！彻里吉是真没有智商，对不对？开会比打赢赚的多，对呀。你像有一天我狼就弹幕破防了，我狼跟弹幕上就破防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弹幕就给我对吧？我就骂起来了，我说白了我就急了，反而那天就过5星，甚至那天连包王都过来给我送个飞机，安慰我了一道。我承认我那不是套路，我那不是演的，我不是说整了个剧本，我故意的。但是呢，哎，反而会获得高收入，咱也不知道为啥，咱也不敢问，对吧？你反而你天天你有的时候，你像我这做解说，对吧？我把这个游戏技术，像拳皇97啊，好好的说呀，像什么98呀，也是把技术点说的很全面。三国战记也是不吹牛逼，连三国的故事也不讲，连这个对吧？这个小黄色的小段子也不讲，哎，你们就也不愿意看。但是相反，我这咔咔讲上诸葛亮。对吧？关羽又隋唐又什么那个对吧？远古时期讲宇宙讲那个 AV， 哎，你看这个人气就上来了。但是问题又变了，又不一样了。就是其实你们很多人就是为来听的。说白了，你说这个画面，你说有啥好看的呢？但是你不看还不行。你看，我跟大家伙总结一下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你比如说啊，这个画面勾引你进来看，你得有一个画面，得有一个这个背景板。就好比有一些人做视频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做视频，他明明给你讲的是情感啊，明明是给你讲的，比如说像包括还有一些科普，还有一些什么，比如说教你怎么防诈骗的套路，他都会有一些背景的这个背景图，哪怕是表情包，对吧？或者说一些东西，就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？就是如果仅仅是一个黑，对吧？一个人给这说，或者是一个黑色的背景板，那很多人看起来很单调，对吧？有的人一说，比如说。对吧？说到三国时期的时候，就把三国的名场面就搬上来，啊，拿什么东西举例子的时候，就放上一个什么东西，对吧？比如说有一些名场面，你比如说咱们说有一个男的呢，
对吧？他说我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当舔狗了。然后呢，下一个场面，他又去给女神舔去了。然后呢，背景肯定会来一个王靖泽的啊，真香哎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比如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愿意打工，那背景肯定就是那个周某啊，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，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啊，就是他得配这个东西。你说我现在就是我开一个就是我狼这个摄像头啊，对吧？就比如说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摄像头啊，就比如开这个，就我搁这站着逼逼就没有人看，就至少是什么呢？就比如说以前是有，比如说得有500个人看啊，假如有500个人看，那我这个逼样之后，那只有300个人看，将近一半都跑了，而且它是递减，对吧？就是跑的人越来越多啊，直到有一些纯骨灰级铁粉啊，或者说睡着了，就这个人其实早就把手机一挂，然后开启后台模式，把那个屏幕一关，放在枕头边上，然后这边就这样似的。那就这个了啊，反正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，嘎嘎的就是啊，就是200个人跑了，剩下300个人在看，300个人其中得有290个人在睡觉啊。他爆气了，爆气的目的没有意义啊，他爆气的目的是为了那个啥，你是看我狼解说看的还是少啊？爆气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自己练错招。现在他有一颗气，比如说他对吧，他想往下走一步，然后突然一个对吧，一个铁甲兵上来往你砍，这时候你想拉上面有个兵又要砍你，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是要拿 A 去反击，你砍他不就砍不着你了吗？但是你练了一个下上 A 就变成了一个乒翻雷滚天，然后把2个小兵打着了，或者打到了 BOSS， 那进气儿不就没了吗？但是呢，他这种无意义式的，他甚至连跳都没有的无意义式的爆气或者练必杀无所谓。比如说过图，或者说是通关之后，他把这个气儿爆了，或者说是练了必杀，都小事儿啊。狼哥为啥模仿我？这个叫模仿吗？都是这个样子了啊，这能叫模仿吗？啊，噔噔噔。啊，5、6、7、8、9。现在你看，我感觉这个月份真不一样了，主要是看的人少了。比如说现在我播《三国战记》，居然只有226个贵宾在屋里，啊，然后呢，该送完这个就是该心疼哥哥啊，该心疼狼哥的这个老大哥啊，已经完事儿了啊，已经这个，对吧？所以说接下来呢，除了有一些长时间不来的，可能会偶尔，哎，我狼在啊，会，对吧？交一点保护费，那交个对吧，一个飞机或者几张办卡的保护费，比如说像今天佳期哥不来了吧啊，然后，对吧？然后就没了啊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对吧？我狼就开始，然后观众呢也越来越少，主要是对吧？所以说以后必须得转型啊！你说你不转型行吗，兄弟们？对不对？啊！老大哥激情以后索然无味，这就是空虚啊，对吧？你像我哥们儿就是开饭店的，他开饭店经常会干到几点？他经常开饭店干到那个凌晨3点4点啊。其实呢，对吧？后来呢他就不干了，为啥呢？客人呢有少，甚至有的时候他等到没有了，他马上要关门了，来了一桌，这一桌呢也就吃个70、80块钱。啊，点2个菜，然后呢，咔咔喝酒，然后喝的酒都是最便宜的酒，2个人喝，然后还磨磨唧唧，因为都喝不进去了，然后呢，一下喝到早上7点，怎么整？你说这是生意你咋做，对吧？这个性价比不是很高了啊，那怎么办？那所以说啊，就是有的时候他也就不做了，没有激情了。你说他开店给他自己还有那个厨师累的不行了，还得多雇几个服务员，那个钱赚到手软的时候，这个生意就能干啊，对吧？就干得下去。这就不一样了。好了，你看一手明示啊，一手明示，佳期哥又是5手大金卡，那蝎子过江，
好，这是正宗蝎子过江啊，而且蝎子过江，蝎子还有影子，确实赖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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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但是还是分节目，兄弟们，还是分节目。比如说现在有灰 K 大战，人气肯定会高很多，但是礼物没有意义啊，礼物还是少。那礼物还得看老板。现在有一些迷之老板啊，就是咱这里面，咱就是虽然说老板咱该感谢，迷之老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未有归期，就是相当于什么呢？比如说看那个郭德纲，咱们都喜欢郭德纲啊，对吧？喜欢于谦，喜欢德云社啊，但是你天天去看不了。你偶尔去看呢，你甚至有的大哥啊，对吧？你看这一张票，我要最前面这张票多少钱？8000是吧？8000，来给我来3张，我哥仨去，是吧？3张票，我当然我举个例子啊，这个票价不知道真实多少啊，我就说最豪华的那个，对吧？那个前排那个啊，就是说哎去了，去完之后呢该花，但是他一年可能也就去个2次3次，或者说1次2次，那是吧？是该对吧？你像有的小伙伴呢，哎，可能拿着学生证，然后去，可能买个100-200块钱的票啊，坐在最后面，反正呢，啊，也就是吧，便宜嘛，对吧？也是，咱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啊，举个例子啊，并不是说我狼飘了，开始挑理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哎，好多饭店不是有停任时间吗？像我哥们干的那个活儿，最开始他也没想拉碗。什么叫拉碗？就是晚上就是去拉，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啊，我狼直播可以挺到直播早上6点，有没有好处呢？第一，直播时间有；第二呢，口碑好啊，无论说睡得多晚的人到我狼这儿都能听到现场直播。第三呢，万一有的老板喝多了，或者说老板就是喜欢我狼，啊，他觉得你很辛苦，啊，他给你送个飞机，送个啥的，你不播肯定不会送，你播了。他不一定会送，但是万一送了，很正常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咱实话实说，包括人气也是这么攒下来的。当然最重要，我觉得还是节目啊，一个节目还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节目做不好，节目做得好，怎么都行，对吧？或者你这个人就是，对吧？在前期已经铺垫好了。你像我狼现在还是有对吧？有饭吃，就是因为这不早个7、8年、10来年。我狼一直在从事的这个阶级怀旧格斗啊这个事业，所以说呢，有很多铁粉呢该支持，对吧？大家伙能理解吧？但是呢，这个未来呢啊，现在咱们这些80后啊，80后90初的这些小伙伴越来越少了啊，对吧？就我说的少，就是可能为娱乐的这个成本变低了。大家伙知道什么叫娱乐成本吗？娱乐成本就是说，我看直播啊，我这不是这个是我生活的娱乐部分，但是我生活的责任部分还没有。比如说有很多小伙伴呢，自从有了2胎，对吧？他有了1个孩子还没意识到，有了2胎之后，哇，这个生活成本一直往上加，尽管自己的收入还是很高啊，对吧？比如说他的收入很高，比如说收入达到了对吧18900、2万多，这是在一个3线城市可以了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呢。他不是送礼的这个啊，很多人在给这你想，哎，那送礼物不是送礼物的事儿，就他连娱乐的时间都没有。就比如说我看直播我都没法看，因为我一天我除了要打这份工之外，我还要加班，我还要为了自己的业绩，因为我升职了，比如说我变成管理层了，我要处理我自己部门的事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娱乐的时间变少了，要加班，要怎么样，为了自己的业绩，我要对吧？要学习，要应酬，要什么什么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娱乐的就很少啊，娱乐就很少。他连比如说他从每天晚上8点钟打开小狼直播，看到我下播啊，到每天对吧？每个星期偶尔想起我狼了，过来瞅一眼，对吧？时间越来越长就是这样的吧。到那个时再过个5年，对吧？5、7、8年，可能那个时候，对吧？灰 K 谁牛逼谁厉害，跟这些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对吧？你灰再厉害了，老黑再厉害就不稀罕了，没有意义了，无所谓了，懂吧啊？好，来看看这上面这个位置是安全位啊，这个张辽单 A 这个逆向判定还是可以的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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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
好，一个砸。这不要停止讲话呀！那个贴身苏菲，你咋得给我送一个苏菲的钱吧？先来一张办卡啊！反正脸也不要了啊！但是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没接那个传奇的商单。我知道啊，作为一个有家庭的人，作为一个有压力的人啊，作为一个未来需要一些沉淀资金让自己投资的人，我认为，实话实说啊，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些外快。比如说我一个月能多赚1万块钱，我3个月下来可以给自己买一套专业的设备，对吧？这个专业的设备的话，可以让我这个最起码对吧？可以以后自己在开创新事业的时候呢，更好一些，没有压力一些，或者说这对吧？赚个几万块钱能过年。但是呢，理智又告诉我，我又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又没法说，哎，这个就很纠结，这2天很纠结啊。广告该接我，但是我不玩，但是也浪费精力。其实我在想，你比如说我接这一天的话，能赚300块钱左右啊，就一天能赚300块钱左右，2个小时。那如果这2个小时，假如这2个小时我投资学习，或者说我把我的别的事业做好，而不是去这种它真的是无用商单，兄弟们，就是明显就是这个商单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借用你的人气，然后你玩，带动大家伙去玩。对吧？有老板玩进去了啊，就不玩进去，也有人可以对吧？无形当中可以当一个小弟嘛，小弟就不用花钱去买真人了，对不对？那小弟玩的话，那老板花钱可以去杀你啊，可以给你，对吧？老板花了钱没有人玩，对吧？没有人杀，那花钱干什么呢？就比如说有很多老板充钱，给自己整的攻击力都达到好几千了，然后结果屏幕上没有一个可以让你蹂躏的人，那你充钱干嘛呢？对不对？那最起码说，反正是这个意思，这也算是广告了。但是对于主播来说，明明这个就是混日子，对吧？对他的业务没有增长，说白了，当然钱谁不喜欢呢？对不对？钱都喜欢啊，那没办法，这都喜欢。接的广告费还不够自己充的，你这就误会了啊！但凡接这种上单，一般所谓的充，这都是套路。我告诉你，这都是套路啊！你看起来都是他充，我告诉你，那都是公司给。哎呀，就是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意思。你就他你嘴上他说是啥地，其实你懂的。但他那种合作方式最起码高级一点，对吧？他那种高级一点，毕竟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赚的钱更多一些，那本身人体量也在那儿，对吧？第一是赚的钱更多一些，第二呢，就算是他假设啊，这个合作方式呢，就算他比我狼啊，跟我狼一样的体型，比如说我们都是比如说20万的关注啊，他也是20万关注啊，比如说接的单都差不多，但是呢，他玩进去了。他甚至就是说，他感觉这个服是他自己家开的，因为可以当托嘛，对吧？纯托啊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就是纯是为了自己的，对吧？广告。有的人，比如说每天下播了接这个传奇，然后往这放着，就说白了就是硬靠你2个小时，就生靠你2个小时，对吧？你说是不是呢？玩也就是瞎玩，到点儿了1分钟啊，1秒钟都不带多播的，到点儿了1秒钟都不带多播的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混吗？我其实有悖于这个人的这个，当然啊，钱谁不喜欢呢？对不对？啊，能给报销啊，必须给报销，大哥，我自己都看过小狼传奇，有的时候吧，真的是需要这个什么呢？需要一定的托的，我告诉你，对吧？就得带动，咱就不说别的了，你就说你斗鱼吧。你说斗鱼吧，斗鱼最开始刚千波大战的时候，刷了多少这个虚空火箭，对吧？一整，对吧？某某某给某某某刷了500个火箭什么的啊，什么工会单啊，1折火箭呀，来冲数据啊，对吧？你懂吧？你能理解吧？咱就不多说了。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。那第一呢，人家赚的钱他多，啊也不少。第二呢，他这种方式呢。他有可能不是他收入多，他可能说，比如说这一个服务器或者这一套服务器下来，他除了有正常的广告费之外，他可能还有充值提成。比如说啊，这个服充值，这个服是专门为你开的服，这个服的充值提成你能拿30%。我就是比如说啊，就比如说有人充了，对吧？有大哥也好，有这个谁也好，充了，比如说充了50万。这50万呢，你能拿走，对吧？你能拿走30%，
能理解吧？这样的话呢，那就是充的越多，他越开心。他就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我拿你，比如说一天我收你个几千块钱的广告费，啊，就不这么整了，对吧？这种变现方式就变得比较实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咱说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像我们这个呢，他就想把这个，我个人感觉就是想把格斗区打造成一个只要一下播，所有粉丝都在的情况下，直接一手传奇，告诉就有点像恒源祥广告似的，或者有点像什么呢？就是无论什么那个黄金场的那个电影播完的一瞬间或者中间的时候，给你插播一个这个，就是你看着吧，你最开始从膈应到大家伙都玩，到你最后哎，是不是我也想玩一玩，对吧？就好比那个拼多多，每一个人啊，就是我认识很多朋友，每一次，对吧？他拼多多就开始什么这个100，那个300，这个500，后来又800，然后又600，对吧？每次玩这个转盘又开始什么提现秘籍的时候，他都说这个是不是骗子呀？然后呢，他说这个是骗子。后来呢，他发现好多人给他发，对吧？好多人给他发，他也忍不住了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就被那个画面所吸引了。然后呢，就差一毛钱，然后就差1分钱，然后就差1个金币，然后就差1个幸运值，然后提不出来。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：“去你妈的骗子，下回再也不玩了。”但是等到下一回的时候呢，又进去了。我有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朋友，甚至还有对吧？硕士毕业生。他就是觉得不能吧？你看谁都提现成功了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还有彩票，对吧？我是觉得是这样的。我不是说我自己是清流，我想说，如果要是可以的话，我自己有一个传奇游戏（括弧啊），第一是有版权，是吧？第二呢，哎，你斗鱼得让播，你斗鱼不让播那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你不让播，那我他妈不，对吧？那我不没有意义，我对吧？我就利用不了我这个平台了吗？你比如说我最开始，我现在就是想说什么呢？我想开一个公益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只有爆绿，只卖爆绿。就比如说啊，大家伙正常一上来，所有的元宝啊，所有的这个充值点都靠打，没有说什么赞助，也没有说什么别的，大家伙都一样。你充钱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的爆率增加了。那你的爆率增加了，对吧？或者说是自动捡取啊，对吧？自动捡取啊，自动回收啊，这种类型的。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呢，也可以通过你游戏当中啊，这个游戏当中的获取方式，然后最终可以获得的啊，比如说啊，你可以打到了充值点，或者你打到了什么什么东西，最终呢你获得了这个东西。当然你充值呢也一样啊，就是除了这些软性功能之外。再就是爆率呢也可以不变态，你比如说对吧？比如说它爆率是100%正常爆率啊，假设啊打100只这个魔龙教主可以爆开天，假如啊假设啊打100只啊爆率1%，假如那充了钱了啊，可以说打80只可能就能爆啊。当然这个所谓的80只也不一定啊，在运气方面上啊，这都是薛定谔的爆啊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你爆率可能没有人高，但是你爆还爆出来，当然这是形容这么个意思。啊，只是这个形容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17哥5手大金卡。今天3星有望吗？今天3星好像3星都现在3星都是奢求了，兄弟们，太难了，我太难了。小狼传奇又要开业了，不能。现在开业了，我不能播，就算我开也不能播。而且啊，就是第一呢，需要安全问题；第二呢，需要保障啊，保障什么呢？就是所以说我说开公益比较好。开公益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不充钱，对吧？就是没什么钱可以充，你充的话也就是几十块钱，对吧？也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然后对吧？但是呢，你也不赚钱的话，是吧？说白了，你干它干啥了？没有意义。但是呢，说白了你主要是不让播。如果让播的话，不赚钱是无所谓的啊，因为它有这个气氛，对吧？比如说攻城的时候。还可以开一个延迟直播，然后转播一下，对吧？开这个 GM 的这个上帝模式，然后进去看看到底怎么打的，等等哈。好，17哥坠了卡啊！好，嘿。
不能开，我发现开这个成本太高了，而且我又不想那么赚钱，就是比如说开那种什么呢，就是号称自己打金，这个符可以打金，然后呢控那个超级爆率，就比如说今天你充值了1000块钱，它会爆出价值1000块钱的相应的这个道具，然后呢什么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啊，然后出现这个特定的效果啊，比如说什么那个沙捐，然后到最后那个有奖金，然后呢，对吧？玩套路啊，滚，这种其实这种还不太好，而且这种的一般来讲比较坑啊，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充了好几千或者好几百，到最后这个服对吧，没有人玩了，这很难受，然后又合区又合不到啥，然后版本还多，反正总体来讲嘛，主要还是各种还是套路问题啊，还是套路问题。然后呢，等这个符要是黄了，你对吧？这个也不好说呀，是不是？你像小狼粉丝倒是行，但是有一些新的粉丝，他到你这玩充了之后，然后你黄了，或者说你没有人玩了，是吧？他心情不爽，他就会举报你啊。所以说你开播开不了，开播开不了的话，你我这个小狼这个吹牛逼这个项目也搁浅了，所以说就很难，对不对？小狼传奇的时候是 YY 和直播同步的那一年，也就是说，当时2014年我在做 YY， 然后呢开了这个服，然后 马上就转到那个斗鱼直播了啊，对吧？萌萌那里会不会一血？应该不会，萌萌应该不会啊。我认为肯定是要在左慈那个附近，甚至有可能会在哪儿死呢？会在那个幻境里死。秦王天庭，好，噔噔噔噔，幻境不可能了。我跟你说，那帮小兵挺难打，真的啊，那帮那个挺难打的，不要以为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，貂蝉进这个地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打这个什么？为了打那个雷神锤儿，然后呢用来走雷道。好。我给粉丝们开个传奇吧，咱得有资金开呀，对吧？没有资金的话，那咋整啊？对不对啊？开个竞猜，其实我真不知道在哪死，但开竞猜没有意义啊！大家伙儿，这个游戏其实它本身就已经是打好的，按理说是没有悬念的。虽然说我也不知道在哪，大家伙儿也不知道，但主要是你开了这种，开了感觉怪怪的啊，是不是啊？众筹开传奇。那你开了我还得运营，你运营啊，对吧？我又运营，我还得是个事儿，我又不赚钱，是吧？这个事儿吧，你就很难受了，对不对？开服很简单啊。好，练这个必杀没有意义啊，主要是不打兵。我们看看2万分该吃，哎，2万分必须要吃啊。小狼该睡觉了，一会儿下一关才会有睡觉的点儿啊，下一关才会有喵呀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所以说你看我狼为什么要拍一些段子？现在这个黑龙江又疫情，哎呦，可真是。其实没有疫情我也知道我拍不了，大冬天我不愿意去整，而且拍这个东西投资更高啊，还得想，还得烧脑。实在不行，我再想一件事儿啊，兄弟们，我就直接整点小剧情就好了啊。等哪天我就抽点时间开播，就是小狼故事会。这个呢，大家伙儿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故事啊，我搜集一下，然后呢拍成段子来练练手，对吧？练练手，然后发到 B 站上和那个抖音上，大家伙儿可以试一试啊。黑龙江不是疫情没停过，我告诉你哪儿的疫情也都没停过呀，比如说上海。那为啥
上纲上线呢，那对吧？那地不一样啊！我跟你讲啊，这没法说了，现在头子了啊。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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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有的时候搜集点素材也行。我这个人嘛，最狠的就是你给我一个故事，我能把这个故事讲到好。当然我说的讲到好，我也不是大师级别，但是我有天赋，我会越讲越好，对吧？一个好的故事，我能把它讲的就是身临其境。当然呢，要拍出来啊，那是相当的难。你说我拿嘴讲，就跟说相声似的，所有的那个情景，你脑海里浮现的那个影像，全是靠我的嘴，对吧？靠大家伙的社会阅历。比如说我说女优，我一说那个剧情，你们脑子里就有画面了。但是呢，真拍出来啊，具象化呢，还是需要一些电影工业的基础啊，对不对？老梁故事会呢，咱不能抄人家的，对吧？咱可以像对吧？你像自己，我有很多共情，对吧？自己经历的很多故事，稍加改编可以融合。比如说你像啊，比如说咱们直播间里小伙伴，比如说这个小伙伴挑梁小丑，挑梁小丑有个小故事啊，单拿出来说白了也不是特别精彩啊，因为呢它不能组成一个比较对吧？比较这个反转的故事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万里阳光啊，还有灵魂深处他俩的故事呢，这三个故事呢，把这个故事串一串，组合起来，反而效果会不错。就要看你的编排能力。说白了，开局一个故事，后面全靠编；开局一张图，后面也全靠编。我现在看好多最嘚儿的是啥？就有一些社会，就看起来有点像社会民生的新闻。啊，说找的什么记者，有好多刑事犯罪的都啊，人家不报警，人找记者。你找记者，你就找一些什么像黑龙江的新闻夜航啊，像什么这个，哪怕你找一些知名的什么老娘舅啊、1818黄金眼也就算了，找的都是一些网红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店。后来我事实证明就是演的，而且很多，他打着这种民生的这种访谈，或者是帮你帮忙什么的，我承认有真的，啊，我承认有真的，但是。假的很多，啊，假的很多对吧？剧情就很迷惑，很迷幻啊，感觉就很，当然真实情景比现实肯定会更加迷幻，但是他那个绝对是剧情啊，摆拍的演的，太嘚儿了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整一些社会，就一些负面的，就是只要他这个内容会让你骂。比如说这个啊，比如说结婚要彩礼，要完彩礼就离婚，什么那个，对吧？丈夫对吧？养了4年的孩子，结果不是亲生的，啊，啊，然后呢，老婆还说啊，就对吧？也就出轨了1次，啊，不知道，然后呢，要给自己的小儿子去做，然后不让啊，等等的。还有什么熊孩子把车刮了，对吧？熊孩子把车刮了，然后赔多少万？哎，什么这个，对吧？什么扶老太太，扶完了之后，就是，甚至他这一个视频啊，同样的一个故事，被不同的人讲成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风格，以及不同的结局，啊，标题都是什么啊？谁怎么地了，怎么地了啊？然而怎么地了？结局引人舒适啊，等等，全你妈的是他妈的营销号，我感觉啊。但是呢，就有人看，他就能赚到钱，你说你气不气人？你说啊？有的人嘛，他拍的是故事，你像有很多什么奇妙博物馆呐，有很多对吧？有好多这种故事啊，或者说是一些剧情，真的是人家告诉你这是假的，我是假的。但是有的打着他是真的旗号，然后给你编故事，我勒个操了啊！哎，贼嘚儿！哎，降尘也来了啊！对他看完让你对吧？现在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他做了一些好人好事的，哎，你们看完了之后，收视率不高，最多也就是致敬啊，英雄啊，比如说泪目什么的。但是你如果说有人做了好人好事儿，但是这个对吧，被帮助的人不领情不要紧，还要索要赔偿，然后那个人气还有那个留言啊，你瞅瞅底下啊，开始骂上了，什么坏人变老了，什么的，但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？这玩意儿就都是这个事儿，对不对啊？
我跟你说，供货需求就是这样的。现在有好多人喜欢看，其实我也喜欢看，因为我看是因为啥？我是真想看真人真事儿。就你们看很多影视作品啊，对吧？它都是通过真人真事儿改编的，这种影视作品它有共情，它真，所以说它容易成功，容易获得高口碑啊、高票房。它引用社会国情，像什么我不是药神，虽然说它改编的很多啊，改编的很多，但是呢，有没有这个事儿？有这个事儿，而且呢，改编了之后呢，加上这个咱们当时的综合国情，现在好了，对吧？对吧？现在有这个很多都加入医保了啊，但是还有很多没加入，咱们先不说啊，不表这个事儿。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。但是你纯编的吧，有的就没有逻辑，然后呢，有的人他当真了。现在有好多干抖音的、干快手了，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开始讲这个出轨的。他虽然说他不是说为了负能量而负能量，他就是整的吧，人心惶惶的。有好多对自己没有自信的这些，对吧？这个比如说跑长途大车司机什么长时间干夜班的那个，对吧？这个女性什么的，就害怕自己的，哎呀，我操，死的太惨了吧，太嘚儿了，现在这真尼玛，这死的被熊挠死了，我操！这死的就是没想到啊！就是你居然是在这儿梗儿了在这儿梗儿了，他妈太嘚儿了这个好，好。三国解说能车上出轨，我狼哥第一人。这样真人改编的比较好。你像好多香港，你说刚才有人说传记类型电影，对吧？华尔街之狼、猫鼠游戏，咱们中国香港拍的很多，像什么跛豪什么武义探长雷洛传当然呢，有很多故事的原型呢，就是改编的吧，也挺严重的并不是纯改编好，看来他打了这么多血，看来是不想要秒左慈了，想要正常打左慈了，兄弟们，这是天王难度吗？是的，基本上所有武进都是天王难度，而且我右边也写了，兄弟兄弟们准备睡了所以说这个兄弟们，你看想过3星就非常的难，但是我告诉你一点都不慌，只要节目好所以如果我狼拍段子，你们能接受吗？就前期肯定跟傻逼似的，我实话实说，我感觉就是咱们每一个骂这个烂片骂那个人拍段子很傻逼，但是当你一拍的时候，对吧？就哪怕你找的专业的东西，你写的本子，你拍出来之后，你可能比二逼还二逼，能理解吧好，应该不会打吕布，肯定是不会打的但是呢，就是为了抻时间。好，其实我想说幻境挺难的最好还是把兵揪住。速通大哥，你哪只眼睛看到速通的？我速通不放宝吗单 A 就能把这个兵 A 死，也是醉了这个秦王很好，很厉害，对吧？就是流量确实很重要，这一整到流量这个事儿现在就好比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帮人整传奇私服，为了让我那个啥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张辽武进吗？是的，是第一个。换到新地图，哈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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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好，哎，这个前手没前上去啊。好，打左慈，兄弟们，这明显就是打左慈的玩法。前手打左慈的玩法，我们看看。诸葛亮只能平 A， 那个是 TAS 啊，那个并不是人脑在线打，那是 TAS 的啊。雕虫小技。好，不准备那个什么啊，不准。你看这伤害，你看张辽，其实我觉得可以选择跳左慈的。你看这张辽打这个陆逊的伤害太高了啊，硬刚左慈我觉得没必要。你看他打，其实还，你看他可以打。但是呢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有那个谁，有那个夏摩柯就更难打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恰恰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你对他的伤害太高，反而我觉得好打。你看，这就是吴国的克星辽神，后前手，哎呀呀，看完睡不着，那我没给你们讲故事啊。好，前搓点起来。一会儿左慈怎么打呀？生扛啊，只有一条命，兄弟们啊，再死一条命就废了啊，对吧？你只能死一条命。好，单 A 2点前手，小的们看招！呀呀！你看多狠呐啊！感谢我们将神哥一手大金卡，老板们不要吝啬了啊！今天晚上冲个3星啊，只求3星啊，一个3星我就教做人了啊！睡觉，哎，他这个挺好打，比黄忠好打啊，比赵云、黄忠好打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觉张辽好打。哎呀呀！好。时间不够，这个也是很难受啊。但是呢，就是其实奔着自己死一条命，因为他这关过了之后打完，对吧？打完黄盖那一关，他还会有一条命，而且他走的是什么路线？他走的是盘山道绕阳平关的路线。所以说这个路线呢，它是不需要进荆州城里的，只需要打完许褚，再打那个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黄盖就好了，对吧？打黄盖还可以卡兵，所以说呢下关比较简单，然后就讲命了。讲完命呢，他走的是那个雷神锤路线啊，所以说还好。这关呢能行就行，不行死了这条命，对吧？你死人下来还能对他造成伤害，而且死命了之后下来有一段时间无敌，这一段无敌的时间呢也能打不少血，对不对？哎，很厉害的啊！好的，你看这无敌了啊，无敌的场面。好，死了命之后就是满血啊！你看啊，就是为啥满血呢？因为不需要了，无所谓了。这个不费多少血，那个不是说不费多少血啊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叫
这个叫那个时间够用，时间够就可以对吧？猥琐着打，时间不够就没办法，时间够就猥琐着打。好了，死命之后有无敌时间，然后用无敌时间再加上那个死命的时候下来啊 ，BOSS 也费点血。想一想那一下如果不挨打的话，也有可能直接就过了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，好，感谢我们的李莎神 K 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啊！看完睡。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哎，这小曲儿啊，嗯。嗯，好，来看这关就是我说的啊，没有大家伙想象的那个那么那啥啊。嗯。好，一会儿看看许旭啊，许旭这个地方对于张辽来说也应该是一个点，这个点呢其实挺重要的啊，这个点啊。武进拿武进，武进就是，哎呀，不知道啊，拿武进，哎呦，那就是那武进就是进 BCD 进血进气儿，就不让吃血，不让练必杀，不让按跳，不让按这个 C， 不让按 D， 也就是放宝。怎么把眼睛睁开？我眼睛那么小吗？啊，眼睛有那么小吗？这是啊。好，杜。吃这个东西必须得配一个杜。没有小道具打许褚啊，许旭，打许旭难是难啊，但是你可以猥琐嘛，对吧？你可以猥琐呀，反正时间够用，对吧？时间是够用的，可以猥琐啊。现在只有马超没有了。只有马超没有了。好，来看看一顿点 A， 这个地方呢可以给自己点到23级啊，这个地方可以给自己点到23级，点到23级在打的时候啊就不会出现危险啊，对吧？能理解吧？啊，马超目前是最后一个没打出来的，但是正在打啊，正在打，出来的话呢，这个对吧？爆头哥就会给咱们，对吧？你懂吧？嗯。黄忠怎么武进？黄忠2个黄忠的武进都出来了，我狼已经做完了，啊，我狼也已经做完了。好，很多人说这个是浪费时间啊，我个人感觉不是浪费时间，
就说该打点分打点分，这个也是获取一定的这个需要。但是他现在还没到23级，1、2、3、4后前手，就简简单单，不要贪啊，不要贪。黄忠不需要跳啊。这个游戏通关是不需要跳的啊！如果你走另外一个荆州城的路线，对吧？对吧？就没有王平的路线，那么没有王平路线就不需要跳，一个跳都不需要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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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看打许旭啊，就必须得跟他跑着打，不要怕，可以用歪轴来搞事情，对吧？歪轴很重要的。赵云出来了，但赵云我还没做过，他赵云没给我啊，就是他意思，他赵云很早就，但我认为赵云其实挺难的，因为赵云没有跳，实在是挺狗啊，真的，赵云没有跳的话，我感觉他挺嘚儿的。现在啊，比这个玩法再狠的就是7禁，禁止追地，禁止卡兵，然后加上这5禁。你要再变态就对吧？再变态的不让练招，只能 A 啊，只能 A 1、2、3、4。那要是再变态的话，就是只能 A 第一下，啊，那种只有 TAS 才能打出来。好，上挑，那你这个上挑练完必死啊！不是啊，我说的跳是赵云的正常的跳，赵云没有那个跳太难打，而不是赵云跳不到那个台上去啊！你不要误会啊！咱说的难打是赵云没有跳 A， 说白了就是没有跳 A 难打，但是呢难打也不是打不了，因为已经出了啊。怎么上电梯的？不上电梯呀、啊！我走他妈的，我走那个路线就不上电梯啊，没有电梯啊，直接进城里了，然后打孟获了呀，不需要的啊。TAS 行啊，诸葛亮的 TAS 都出来了，诸葛亮的那个 TAS 都已经出来了啊。他说的是黄忠。他说的是黄忠不能上，你看这个路线啊，他能卡兵，张辽能卡兵，而且再加上打吴国的将领啊，攻击力就是高，所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，就算死人无所谓，而且这关打完了加上奖励，直接就是一个对吧，200万的这个张辽，这个 boss 跟傻子一样啊。确实像傻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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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会儿下一关是走雷道，还好一些啊。下一关走雷道啊。噔噔噔噔噔，你是个山屯子。好，直接走雷道，哎，这就是为什么要打貂蝉进这个那啥。这里面走雷道有个点就是啥呢？不打那个魏延了，魏延是挺讨厌的啊。虽然说你可以通过放走，然后卡兵去打他，但是你在放走之前，哇靠，那个小地图那么点儿，然后那个兵加上魏延就跟个猛狗一样啊，对吧？这就很难受了。这个魏延你就白扯了。那个马其实还好一点，但魏延是真难啊。山屯子到底是个啥玩意儿？山屯子就是山屯子，骂你这个人屯，你这个屯就是屯跟傻还不一样，屯可能就是有点土，有点二啊那个意思。好多人老想问进 BCD 怎么躲曹操的大招，那个曹操的大招根本就出不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你不让他出就完了吧，对吧？是吧？出了也能躲呀。那曹操那个大招，那个地图那么大，你可以反跑跑出去。如果他发交叉，其实是最难的啊。那个交叉的那个小必杀，小必杀呢，你得猜到他是从哪儿飞，
所以说一般就是从他交叉的正下方，他是不会打到你。大必杀就直接就是可以反跑，跑过去之后呢，他就打不到你了。好。清风飞进，无尽无伤，早就有人过了。你说的是人吗？我想请问一下啊，还是说 TAS 无尽无伤？你说的那个 TAS 那不叫五进了啊！你那个五进那就不是五进，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8进了，都已经是啊9进。诸葛亮全程只能走10进，连跑都不让你跑啊！5进无伤，小小挥过了。5进无伤，哪天的录像来？哪天的录像？来，哪天的录像啊？哪天的录像去看看？5进无伤，它不是难的问题了，那可太难了啊！好，上方其实还有密室，当然可以选择不进去。什么5进的无伤啊，对吧？无伤是无伤，5进无伤是5进的无伤。虽然说我并不是不相信啊，我只是觉得那就太猛了，那就猛到要死了，好吧啊。好，那过了，那这个录像，那可就是世界第一录像啊！只要这个地球上还有人在玩《三国战记》，那这个录像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啊！想都不用想啊！好。5进无伤，那就是它不是难的问题啊，它不是难的问题啊。你要是5进，你比如说进的比较难受啊，这个，比如说5进，最开始灰的无伤，还有灰的5进，我都不怎么信。之所以咱们没见过，咱们就必须要信一下啊，因为万一有的人，对吧？万一就真打出来了，这很正常。你看当初灰我也不信，我不是不信灰打出来5进，也不是不信灰打出来无伤。我不信是因为我觉得灰作为一个拳皇97的高手，他玩《三国战记》也玩的这么厉害，对吧？所以说情况是这么个情况。而最后呢，确实人家都打出来了，人确实打出来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个5进无伤啊，是真的太难了啊。5进无伤真的是太难了啊，对吧？就咱这个我该说点说啊，对吧？你该有的时候不是不信，因为毕竟呢，这个是吧？就是咱们还是对吧？这个坐井观天了，是吧？因为最开始我不相信灰，我的理由不是因为灰这个对吧？我不是因为这个难度难，5进或者说无伤难。真正给我带来困扰的是灰居然都能打出来啊，那是吧？那其他人就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来看看最后的曹操，反正总体上来讲还有1条命，怎么都能过啊，怎么都能过啊。来，我们战五杀哥来了啊！这个比尔呢，今天来的晚啊，有点过分了啊。点名了啊，嘿嘿嘿，好，杀，
好，哎呦我这一个大锤子啊！反正你看走这个雷道就是没有小兵，我感觉你看走雷道就是没有小兵，没有小兵的话真的是啊，咔咔就是啊。好，后前手啊。好，来看看这，哎，你看，他就是没找到那个中间那个点，他要找到交叉中间那个点，在正下方就可以直接过，结果还是死了啊，否则就是传说中的3命通关了。不过怎么都够用，没有小兵啊，确实简单啊。好，那最后呢，也是感谢我们的小李仔爆你头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一个张辽5进的这个一命啊，不是一命去了一臂啊。事实上呢，这个天王难度打5进，再下一步就是马超了。然后再之后基本上就没啥了，除非是再有一些特殊的玩法或者一些新人吧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能支持我狼的话，请点击关注、转发、评论或对吧？1键3连支持我狼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